苏纳克悄悄地试图在不惹恼英国鹰派的情况下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彭博社，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试图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但又不希望被人察觉。近几周，苏纳克派遣了一位贸易部长访问香港，而他派驻前英国殖民地的特使则呼吁与北京解决更多争议时采取私下方式。预计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访问中国。然而，苏纳克迄今为止还未进行个人级别的接触。与法国、德国和西班牙领导人不同，这些领导人自从习近平在去年10月获得第3个任期以来，都曾前往中国与习近平会晤。据知情人士透露，英国首相在英国下次大选之前高度不可能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会面。这种方式反映了苏纳克面临的挑战。他试图在脱欧后的外交格局中引导英国，使其既不得罪华盛顿，也不得罪北京。他还必须应对国内对中国日益怀疑的观点，特别是在他所在的保守党内部。据知情人士透露，苏纳克不希望目前以高级别访问的形式表现出对中国的奖赏。然而，中国是否会对这种方式感到满意尚不清楚。据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希望英国派遣一位高级经济或贸易官员与商业代表团一同访华，而不是外交部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韶光表示，苏纳克并不是一个强大的首相，保守党右翼肯定对他的行动施加了限制，无论是在移民问题还是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北京希望伦敦更加靠近华盛顿，因此不太可能采取像马克龙在中国所做的任何行动。英国外交部、英国首相办公室的发言人均拒绝置评。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4月份率团访问中国时，向苏纳克提供了一个告诫。该行动在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团结上造成了紧张，让中国在压制新疆等地的人权努力上脱罪。马克龙对欧盟应避免卷入美国与中国关于台湾的争端的建议，在民主世界的许多地方引发了愤慨。自2018年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问北京以来，英国和中国最高领导人之间没有进行面对面的会晤。苏纳克与习近平在11个月前进行了最后一次公开通话，而原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最后一次通话是1年多前的事情了。英中关系在中国共产党镇压香港亲民主反对派和2019年的大规模示威后变得紧张。英国指责中国违反了其交接协议，并为逃离香港的成千上万人提供了长期签证。中国为对英国的批评进行报复，对英国高级政治家实施了制裁，指责他们对其在新疆的所谓人权侵犯发表批评。中国决定派遣曾负责香港事务的副主席韩正参加查尔斯3世的加冕仪式，这在英国媒体上被广泛报道为一种侮辱。保守党鹰派也批评苏纳克政府在最近的安全政策审查中拒绝将北京视为战略威胁。苏纳克在本周早些时候的一次国防会议上承诺，在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领域采取更加有针对性和具体的措施。他表示，但这并不是全面走向保护主义的借口。苏纳克正在管理执政党内的多个派别，因为他准备在2025年1月之前举行的选举中取得胜利。保守党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中失去了1000多个席位，这被普遍解读为主要反对党工党将在13年后重返执政。上个月，在议会上，工党领袖凯尔·斯塔默责怪10年来忽视这些事实和保守党政府与北京亲密接触，使英国变得容易受到中国的胁迫。斯塔默表示，现在是对英中关系进行全面审查的时候了，我们需要更加一致地与我们的盟友合作，制定一个长期的西方参与计划和经济安全的长期计划。英国和中国的会谈在较低级别上进行。据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外交官在最近访问北京期间与一系列高级中国官员举行了会晤。据这些人士透露，英国外交部常务次长菲利普·巴顿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进行了会晤。根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通常欢迎任何英国部长的访问，并且如果苏纳克表示有这样的意愿，中国将为其敞开大门。该人士并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访问计划。然而，由于香港签证计划在北京非常不受欢迎，即使苏纳克选择前往中国，他能取得的成果也将有限，曾表示。曾韶光表示，
苏纳克认为他通过访问北京能够取得什么成果是一个现实问题。苏纳克可能是一个不强大的首相，但他并不愚蠢。习近平别无选择，只能追求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南华早报。习近平在一本新书首次公开发表的内部讲话中指出，早在2013年，他就确定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追求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并表示中国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寻求技术优势。2013年，习近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CPPCC 的科技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在过去30年的增长是依靠进口和利用外国和二手技术所取得的，这将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习近平在讲话中说，如果坚持老路，中国不仅会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更大的技术差距，还将陷入全球产业生产价值链的底层。这篇演讲收录在题为《科技自立自强》的书中，该书收录了习近平在2013年至2022年期间有关这一主题的讲话。在全面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习近平说，近年来，中国公众对经济安全的讨论日益突出。此前，中美技术战和华盛顿对技术限制暴露了依赖海外关键供应的风险。这篇内部演讲是习近平于2013年3月4日发表的，距离他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只有10天的时间。当时，中国媒体报道了 CPPCC 的活动，但只公开发表了习近平讲话的摘要。习近平的演讲记录首次披露，让我们可以窥见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习近平关于技术自给自足和中国必须掌握核心技术的观点，在整本书中是一个一贯的主题。历史事实表明，一个大经济体并不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如果一个国家一直落后于其他国家，根本原因就是技术落后。习近平说，习近平的讲话是在美国对中兴和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实施制裁多年之前发表的。而这个观点在华盛顿对中国获得先进芯片技术实施广泛出口限制后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在他的2013年演讲中，习近平似乎也提到了中国的百年国耻，称中国的技术落后是其被其他大国打击的原因。他说，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在演讲中，习近平呼吁全国资源汇聚起来，帮助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并赞扬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他表示，这使得中国能够集合我们的力量，成就伟大的事业。他说，在过去，我们依靠这一点成功发展了核武器、导弹和人造卫星。未来，我们也将依靠它推动创新。1960年，中国在钱学森的指导下，成功试射了第一枚国产地面发射导弹。钱学森曾是美国顶尖导弹科学家之一。钱学森在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后，回到中国，参与了中国的核弹试验，并领导一个制造和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任务组。书中的大多数演讲和文章之前已经由中国国家媒体发布。习近平在2016年网络安全大会上的演讲全文被重新发布。他在演讲中敦促中国的大型科技企业像美国的微软和英特尔在20世纪90年代那样联手，形成中国版的所谓 Intel 生态系统。他在网络安全和信息会议上表示，中国之所以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关键企业没有像微软、英特尔、谷歌和苹果那样实现协同效应。中国地方政府融资的普遍困境。融鼎咨询，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LGFV 2022年年度业绩显示，总体现金状况罕见下滑，而利息支出和债务水平则持续上升。地方财政的当前薄弱状况妨碍了北京利用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事实上，这正是今年中国经济复苏没有得到实质性财政支持的主要原因。贵阳和呼和浩特最近的球员呼声反映了地方政府融资的普遍困境。这些呼声很快将会成倍增加对北京的压力，要求其迅速解决不断上升的债务危机，以免变成不可逆转的局面。在可能发生大规模地方债务重组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经济的未来中，地方投资将继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过去3到4年里，我们一直在警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我们指出 ，LGFV 债券违约可能加剧债务危机，需要北京立即做出回应。目前对债务问题的性质已经有了很好的理解。
单单 LGFV 就持有超过59万亿元的利息支付债务和应付款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0%。通过学校、医院和其他机构的其他明确和隐含的地方债务，可能使总额更接近 GDP 的 100%。但地方债务危机的范围和影响要比传统智慧所认为的更广泛、更大。关于 LGFV 问题的讨论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正是因为 LGFV 在过去10年的中国增长模式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重组地方债务或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将改变中国整个经济。任何对地方债务问题的实质性解决都可能引发未来10年投资的显著结构性放缓，以及经济增长的急剧放缓。贵阳和内蒙古呼和浩特政府最近向北京寻求援助的公开呼吁，标志着地方政府快速债务累积的终结。贵阳政府在2022年工作总结中称，违约可能随时发生，而呼和浩特政府则提到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利息支出，声称他们的偿债能力有限。王毅为将访问德国的李强总理铺平道路。南华早报，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表示，面对全球不确定性，北京愿意与柏林携手合作。这是在周三的一次会议上，旨在为预计不久将访问德国的李强总理铺平道路。王毅告诉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顾问严斯·普洛特纳，中国和德国应该共同努力，使第7次中德政府间磋商取得成功，并向欧洲和世界发出积极信号。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说法，普洛特纳表示，德国也非常期待此次磋商，并将与中国加快筹备工作。该部还表示，两人还交换了意见关于乌克兰战争的问题。德国是中国特使李辉最近和平使命的访问地之一，该使命还包括对乌克兰、俄罗斯、法国、波兰和布鲁塞尔的访问。然而，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李辉的访问改变了欧洲普遍对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怀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之为无限制的友谊。在与中国党内最高外交官员王毅会面之前，普洛特纳与外交部长秦刚进行了会谈，作为李强访问柏林的筹备工作的一部分。中方和德方尚未确认访问日期，但已举行多次会议，为李强自今年3月晋升为总理后首次访问一家主要发达经济体做准备。今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王毅在与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的会谈中表示，拟议的会晤将有助于为双边关系发展制定蓝图，使中德合作走在世界前列。欧盟成员国对待中国的方式存在分歧，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警告不要成为美国的附庸，而布鲁塞尔则提出降低风险而不是脱钩中国的建议。这一方法也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 G7 国家的共鸣。中国一直在寻求重启与欧洲的关系，尤其是与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密切经济伙伴的关系，并对降低风险战略提出了关切。当秦刚上个月在柏林会见德国外长时，他表示该战略可能导致欧洲去中国化，欧洲国家真正面临的风险来自某个国家发动的新冷战。除了缘由，中国是中东发展的理想伙伴吗？南华早报，中国加强与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进展迅速，除了传统的石油和天然气合作外，还涵盖了绿色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等领域。这一进展受到学者和分析师的广泛关注。根据他们的观点，中国通过与沙特阿拉伯加强在中东地区的合作，也有助于填补美国在该地区的转向印太地区所留下的空白。自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对该地区进行访问以来，以及中国于2023年3月斡旋的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和平协议之后，中国副商务部长李飞于周二与石油和天然气巨头阿拉伯石油公司的高管会面。他强调了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合作机会，同时欢迎沙特阿拉伯进一步投资。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是中国最重要的利益。华盛顿的中东研究所非常驻学者奥利弗·约翰表示，他说，对于阿拉伯石油公司来说，中国是一个至关重要且不断增长的市场，占据了沙特原油出口的1/4以上。根据海关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去年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出口了8750万吨 6.41亿桶，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17.2%。阿拉伯石油公司还于2023年3月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署了在中国东北建设炼油厂的协议，同时宣布计划购买深圳上市公司荣升石化10%的股份。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王毅伟表示，中国不仅可以在沙特阿拉伯从传统能源如石油和天然气向低碳经济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可以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和太空探索等领域与沙特阿拉伯展开合作。中东必须寻找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来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和太空探索等领域。他说道，美国现在更加关注印太地区，而对中东的关注减少了。中东需要向东看，以实现其发展愿景。北京大学国际学院教授查道炯表示，沙特阿拉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和产业多元化计划也为中沙合作提供了机会，不仅仅局限于石油领域。可再生能源是沙特阿拉伯追求的领域，而中国的能力则与之紧密契合。他说，除了太阳能和风能产业，绿色氢能源是另一个有潜力的合作领域。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主席去年年底访问该地区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海湾合作委员会 GCC 的关系将在中国优先发展与沙特阿拉伯的联系，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方面发挥战略作用。中东研究所的约翰补充说，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中国的信息技术感兴趣，以支持其经济多元化和各种智慧城市项目。他补充说，他们还寻求中国在关键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在本土生产能力方面。举例来说，阿拉伯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和宝钢公司刚刚签署了在沙特阿拉伯海湾合作委员会地区建立首个综合钢铁制造厂的协议。这个合资企业综合体预计将位于拉斯海尔港，于今年5月由公共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和中国国有钢铁公司签署。据报道，沙特阿拉伯还考虑增加在双边能源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的比例，同时计划加入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BRICS 国家联合资助的多边发展机构将在中东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发挥战略作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立现代语言大学国际关系讲师法扎尔·沙希德表示，中国将在经济上与中东国家接触，并尽可能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中国在中东的进展也与其于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吻合。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10个年头。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毅伟补充道，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已建立了一种合作机制，将能源和金融发展相结合，并包括使用人民币进行石油交易。谢谢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的热点深度内容。